它身份不明，但是非常巨大。如果你来到墨西哥人類學博物館的 Teotihuacan 展廳，不用找就立刻看得到它。它沒有名字，或是說它正式的名字是单一石塊石雕1號，多麼樸實無華。它是來自什麼遠古的時空呢？19世紀有許多探險家來到墨西哥朝聖古文明，在他們的記錄中，它一直是臉朝下躺在 Teotihuacan 的金字塔腳邊。它被以為是一塊基座、祭祀台或是柱子，直到有畫家懷疑，然後在它貼地的那一面往下挖了一個洞，畫下它的所見。可惜那個畫作已經遺失了。關於它有許多傳說，包括坐在它身上就會昏倒，或是它其實是被眾神懲罰而石化的妓女。在19世紀後半，它終於被立起來，並在全世界掀起傳奇。今天就讓我們來解開它的身世之謎。此次的內容呢，整理自墨西哥著名的考古學家 Leonardo López Loján 專業又幽默的演講。他是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Eduardo Matos Moctezuma 的學生。前陣子我也才去現場偷偷的朝聖聽他的演講，可惜西文不夠好，所以不免俗的還是度估了。先吐槽一下，你覺得它美嗎？因為你看，它跟我們之前介紹過的阿茲提克母親神 Coatlicue 比起來，實在不怎麼精緻。但是呢，它的粗糙是有理由的。古人有時候會選擇性的粗糙，因為他們覺得有一些石頭本身就是神，所以雕刻的時候，他們決定只賦予它一個大概的樣子，並不去精雕細琢。但無論如何，它的美感實在跟西方古典的美感是蠻不一樣的。女神的芳齡、肉身與故鄉，它大約是1到5世紀被刻出來的。當時正是 Teotihuacan 這些大金字塔剛落成的輝煌時期，我們可以算它虛歲2000。它身高3.19公尺，體重23.8公噸。一頭身，三維比例就更別說了，我們不物化女性。肉身是火山熔岩的安山岩，來自 Teotihuacan 南方25公里，也就是墨西哥最重要的2座神火山所在的山脈。那裡有很多大塊的石頭，那有時候會被大雨冲下山，古人就可以去搬運處理它。但是要怎麼把它運送到25公里外的 Teotihuacan 呢？我們要記得，美洲大陸在西班牙人殖民以前，一直都不使用輪子運輸，也沒有駝獸，全靠人力。古人會用木板跟繩子做成拖車，有時候也可以在拖車的底下用一些木棍去滾動。陸路的話，這位石雕大概需要300到700多人拖拉。路過河流或是湖泊，則需要特殊制作的竹筏，不然呢，沉下去就白忙一場了。總之，非常吃勞力，但是也還不到需要外星人幫忙的地步。女神的脸蛋與穿搭，她的臉是典型的 Teotihuacan 風格，橢圓眼、寬鼻、梯形唇。她的披肩和裙子都各有4排紋飾，那各都有一排是波浪狀的。還有着大耳朵、梯形的耳環。很大的頭飾，還有項鏈、手環、珠珠裝飾的涼鞋，而它的胸口有一個圓柱形的洞，那個是玉之心。古人在神像落成的最後呢，會在那裡放一塊綠色的玉，就像是女神的心臟一樣。就算它有這麼多特徵，考古學家仍不足以肯定它是哪一個神，有許多假設，例如它的頭飾像玉米神，而波浪花紋是水神的特徵，裙子跟梯形的耳環造型是跟大地之神一樣，或是它首飾像是生育女神，也有人推測它是當時的政府官員。但總之，它現在被公認最合理的身份是水、大地、植物女神，歷代人們眼中的她。這麼巨的石雕，考古學家推測他在當初社會一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它也是在聖城 Teotihuacan 所找到的最大的單一石雕，而它就是它本身。它並不是建築的柱子，也不是香爐或是供桌，它當初可能是被高高的放在祭台上，或是甚至金字塔上，或是金字塔上的神廟裡。在 Teotihuacan 崩塌後的1000年，它仍然被當地的原住民崇拜。15世紀，阿茲提克末代帝王蒙特蘇瑪本人每個月都還是會從墨城的皇宮去到 Teotihuacan 去請求神諭。
做一些犧牲的儀式，無論是殺活人或是自殘來餵食神明。隨後呢，西班牙人征服阿茲提克王朝，但是提歐提瓦坎仍是周圍村落的朝聖中心。根據殖民初期的記錄，提歐提瓦坎的金字塔上有個粗糙堅硬的單塊石雕。殖民時期打倒惡魔。當時西班牙的天主教政權非常大力想要刪除原住民的偶像惡魔崇拜，於是提歐提瓦坎許多大石雕都遭殃。16世紀後半，有一位修士拜訪提歐提瓦坎，他就寫下了證詞。他說金字塔頂端有一尊超大的偶像石雕。很快的，第一任墨西哥主教一聽就下令把那個鬼東西弄下來，但沒人弄得下來。他們也想不透当初的人到底是怎麼把它搬上去的。但不久後，它就變成臉朝下，倒在金字塔前的廣場邊。現在我們可以推測，原本它是在月亮金字塔頂端，從西邊滾下來，再往南滾。但是呢，可能不是自然滾落的，因為像是1521年，阿茲提克人被西班牙攻陷的前夕，他們在首都的金字塔上連夜的用繩子跟墊子保護Coatlicue，小心無聲的把它移下金字塔。所以呢，石雕1號也有可能是原住民在西班牙人開始統治不久，自己把它移下來的。讓它臉朝下是為了避免它被褻瀆。荒煙蔓草幾百年，來到17世紀，有一個意大利的歷史學家跑來墨西哥，他也記錄到提歐提瓦坎金字塔的腳下有一塊超大石雕。整個18世紀也只出現一則類似的記錄，當時有一個西班牙官員巡視，當時提歐提瓦坎整個區域都變成荒煙蔓草，太陽金字塔都被叫做某某山丘，王者大道也叫做某某小路。官員記錄到有個有着雕紋的巨石被當作界碑，他寫的其實是石雕2號，它原本應該要跟石雕1號長得差不多大，但是因為它始終站着，它的正面的刻紋裸露在外面，所以風化的非常嚴重。這些都是當時留下來的極少數的記錄，很珍貴但十分破爛。1789年，墨西哥來到了新西班牙時期，有一些新的想法，新的歷史美學的價值觀開始萌芽。以前被視為魔鬼的這些古老石像，突然很多人開始去測量，而其中一個記錄寫道，聖馬丁小山丘，也就是月亮金字塔的西邊，有一塊有着古老刻紋的大石頭，呈平行6面體，每一面都有象形刻紋，但是嚴重的風化了。1791年，有位意大利的自然史學家，他在環遊世界的路上來到了墨西哥，他由一位瓜地馬拉人帶路，他們一起記錄了1號石雕。他們發現石雕貼地的那一面似乎有很多刻紋，那可能因為土有點流失了，他們看得到貼地的那一面的一點點，於是隨行的畫家竟然挖了一個坑鑽下去看，而且畫下他看見的，很可惜那個畫像已經遺失了。當時呢，這位瓜地馬拉向導剛好是個礦物迷，他對於這塊大石進行滴酸測試，竟然非常厲害的測出它石材的來源是來自南邊雨神山這個位置，跟現代的鑑定結果是完全一樣的。當時這些旅人也是既困惑又驚嘆，古人到底是怎麼把那一塊大石從那麼遠的地方運過來。這些圖則是一位軍人造訪提歐提瓦坎時候畫的，他很明顯是業餘的畫家，但是呢，還是畫得比我好。而且他把風化嚴重的石雕2號的手畫成胸部，而且認為石雕1號是石雕2號的基座。更神秘的是呢，最近有人捐給了墨西哥考古學會一個神秘的東西，這是一張古老的通行證，但是背面竟然畫有1號石雕的輪廓。這張紙現在也展示在人類學博物館女神所在的展廳裡。1821年墨西哥獨立以後，外國人可以更自由地造訪這片土地。當時有許多浪漫的歐美探險家都前來尋找活人獻祭的事發現場等等。但當他們來到提歐提瓦坎，總是蠻失望的，因為那些金字塔神廟全部都被土覆蓋了。但是他們仍會爬到土堆頂端，享受超棒的 view， 或是隨地撿拾古代小陶人或是黑曜石刀收進口袋。
在眾多訪客當中，只有不到5位提到這一塊大石雕，但是其他全部都提到了月亮金字塔底下有一個小亭子賣着 Phuket 酒。但別忘了，因為這個石雕臉朝下，所以其實看不出它到底是什麼，人們都很好奇它的用途。有個美國外交大使認為它可能是犧牲石，就是當初把活人綁在上面準備開胸挖心的。有位奧地利畫家認為它是一個神壇，另一個墨西哥測量員認為是某個神像的基座或是柱子，因為躺着沒有人知道它哪一邊是頭是腳，所以留下的3張畫全都是畫反的。又有位英國外交官記錄到，這一塊大石雕被人們稱為 Fainting Stone 昏倒石，傳說誰敢坐上去就會昏倒。當然可能是因為訪客們在大太陽底下走了很久，又喝了 Phuket 酒，就中暑昏倒了。但是也可能是出於更嚴肅的原因，因為原住民都認為這些石頭都住着古老的力量，而且有时候是有害的。女神終於露臉，成為法國新寵兒。1864年，墨西哥進入 Maximiliano 執政的時期，它是由法國皇帝拿破崙3世支持，政府下令組成了 Teotihuacan 科學委員會仔細拍攝測量所有的項目，包括石雕1號。也有學者從它的測量去推測出，所有 Teotihuacan 的建築都是以83公分為一個單位去建造的。1865年 Maximiliano 造訪 Teotihuacan， 這時候1號石雕終於被立起來，重見天日。Maximiliano 在他的面前站了良久，隨後下令將所有遺跡項目都列入保護措施，也下令禁止所有的古物再被運出國，不能再帶出國了。於是有一個法國人幫他做了一個模子帶回去法國，複製品現在正低調的窩在巴黎人類學博物館的倉庫裡。那一位法國人呢，他是墨西哥古文明的狂熱者，他也是當時策劃在巴黎的萬國博覽會墨西哥展館的負責人。看他把這些金字塔跟石雕都重現了，他甚至想要在巴黎郊區建一個 Teotihuacan 主題樂園別墅，然後把1號石雕放在正中間。但這個人後來窮途潦倒而死，沒有建成。而 Maximiliano 也不顧成本高昂，下令把石雕1號運回墨西哥城。雖然這個計劃最後並沒有被執行，因為墨西哥又再度發生革命， Maximiliano 被槍斃了。發達的前夕，共和國時期，女神又慢慢的被土掩埋了。但是1870年也終於的第一次有了專業考古研究出版關於她的文章。當時也有學者用這些石雕做了古代人種長相的推測，雖然論述相當無力，而且諸多錯誤，但頗具創意。終於我們來到最精彩的 Porfiriato 時期。1885年 Porfiriato 總統下令把 Moronito Uno 石雕1號從 Teotihuacan 移至墨城的國家博物館，隨即引起雪崩式論戰。許多人嘗試阻止，因為覺得這件事勞民傷財，毫無意義。但其實在移動之後，墨西哥人真的開始把這些古文明和民族自尊、身份認同還有國家聲望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。據實開始了第2次旅程。一隊軍人先費了4天移除他身上的沙土，然後用麻袋包起來保護表面，讓他躺上由46隻騾子來拉的騾車，開了7.6公里的路，讓這個聲勢浩大的遊行車隊前往最近的鐵路站。又花了2天把他安置到火車上，前進墨西哥城。這次火車只費了3小時就抵達了墨城，但是從火車站到市中心的博物館，因為在城市當中移動就非常困難了，花了22天。當時各大媒體每天都報道他的動態，現在行經哪一條街了，又在哪一個角落轉了個彎。當時負責這個壯舉的考古學家 Bartlett 非常會利用媒體，每個步驟他都邀請了一堆名人跟記者到場。但同時也有很多反對派每天諷刺批評這一場大秀。當時14天內就出現了140則報道文章。有人說女神替墨西哥城免除了一場流感大傳染，但也有人說這一塊中美洲這麼重要的石像卻像是歐洲小學生的畫作。也有報道寫到她是妓女之神，因為當石雕還在 Teotihuacan 的時候，有一位記者去現場，剛好遇到了一位老婦帶着她的2位小孫女。記者就問印第安老婦人說，
你為什麼會崇拜女神呢？那位阿嬷就回答說，這才不是女神，她是妓女。我來這裡是為了帶我的孫女們看看這個壞榜樣。傳說呢，當這位女性還是一個肉感的肉身的時候，她偷了她村莊所有的已婚漢子。終於有一位妻子受夠了，她就把自己的兒子送去祭神，眾神接受了她的禮物，於是就把這位活潑的女士石化了。也有歷史學家說，她是星月女神，純愛戀人之神。而石雕2號則是不潔的殘月女神，因為她的胸部外露。但其實那根本不是胸部，那是手。當時政府甚至下令組成2個調查委員會，去辯證這些眾多的爭論，雖然後來都不了了之。總之，石雕1號在全球掀起了風潮，有巴黎企業家用它的造型制造紐扣跟手杖，也有墨西哥的酒商和香菸品牌用它來命名，是用水之女神這個名字命名。也有詩人為它寫了不怎麼樣的長詩，登在報紙上，大街小巷充斥了它的紀念品。而2號石雕則繼續擺在 Teotihuacan 受風吹雨淋，終於荒廢了1000多年的石雕1號，在20世紀變成了國家最受矚目的收藏之一。1960年，甘乃迪也來造訪它，就在他被暗殺不久前。現在，如果你來到墨西哥人類學博物館，看到這塊有點無聊的巨石雕，也許會稍微多一點感覺。今天我們透過它窺見了一個古物在2000年來的快轉鏡頭。當然，對於真正屬於它的年代，我們仍幾乎一無所知。感謝你今天的收看，還有很多主題現在正在我的秘密檔案中醞釀，別忘了訂閱、按讚，一起跟我繼續探索吧。還有，盡情留言，讓我知道你的想法還有感受。下次見。